然后神龙直接瞪大了眼睛，刚准备逃离，却是发现这蓝光非常的特殊，让神魂体无法逃脱此处。不要啊！随着神龙那惊恐的叫喊，圣龙手掌一变，旋即那暴涨的蓝光也是瞬间缩小下来，最后消失在手掌间。这下终于将神龙给收拾了。神龙族之人如果有意留下来的，也都将会全面清除，还有所谓的什么龙盟也是一样。圣龙也是松了一口气，终于结束了这一场猪龙之战。圣龙兄，神龙也已经被你控制，这边的事情也算是彻底处理完毕，我先去祖龙族那边看看情况。萧炎也是大步的缓缓走来，说道。听见萧炎这么一说，也是立马回答道：刚刚你对战那神龙和魔物的时候，已经是消耗了一大半神力，身子骨现在也是比较虚弱，接下来祖龙族那边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做吧，你就放心的在我们圣龙族先调养。确实也正如圣龙所说，经过如此激烈的战斗之后，萧炎虽然依靠着仙品丹药有所恢复，可是想要全面都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萧炎也不客气，既然圣龙这么说，也只好点点头道：那就有劳圣龙兄了。哈哈，应该的，我们之间就无需那么客气了。圣龙又是一声大笑，如今萧炎乃是万兽神界的救世主，要不是他激战神龙和那武灵全魔，恐怕他们也早已经变成灰烬了。然后在圣龙的安排之下，便是让自己亲自带领圣龙族的大部队前往了祖龙族。1个月后，这一场关乎整个万兽神界的祖猪龙之战终于在萧炎的手中结束了。最终圣龙率领大部队赶往祖龙族后，也是成功的击杀了神龙族那些神兽强者，其中包括3位神斩也在圣龙那强大的圣龙营之下被震死。神龙族和龙盟2大势力也是彻底的消失在万兽神界之中，而那些加入龙盟的神兽族也逐一被圣龙族和祖龙族联手铲除。当初做了什么事情，如今也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神龙的神魂体也成功的被圣龙打入堕龙深渊之中，让其在里面承受地狱般的折磨，简直生不如死。这一次的主谋神龙和武灵全魔皆是在萧炎的一人之力下被击败，当然最大的功劳还是萧炎体内的坟老，这一次能够打赢武灵全魔，全是依靠坟老那可怕的神魂力量。猪龙之战的胜利者之名也是永远在万兽神界之中流传开来，传遍神界的每一个角落。来自第3等级世界的人类萧炎击败了神龙以及击杀了武灵全魔事迹，也是轰动了整个万兽神界。那位人类乃是炎帝萧炎。如今这1个月之中，炎帝萧炎之名变得更加的响亮，不管时间过了多久，炎帝恐怕都是所有万兽神界的那些神之天骄都要追逐的对象。他们生于万兽神界，这一次要不是炎帝的出手，恐怕他们早就纷纷陨落当场，更不能再会看到如今的万兽神界一景一物。有了炎帝萧炎为追逐的目标，他们也想能够成为炎帝那般一样强大的存在，只有这样才能够守护自己的神界。在这1个月的时间里，原本经过这一次的猪龙之战，万兽神界的毁坏也极其的严重。不过只要这个神界中的苍穹之心没有被摧毁，那么经过时间的推移，这些被毁灭的大地和山峰以及神元之气都会慢慢的恢复过来。同时随着神龙族和龙盟的毁灭，圣龙族和祖龙族则是登顶万兽神界之巅，保持着最强神兽势力。但是在这个世界之中，强者无数，弱肉强食的法则无论在哪个世界之中都会存在，就算是在神界中也是如此，因为只有这样才会诞生更多的巅峰神指强者。万兽神界最强3大神兽族如今也变成了2大神兽族，圣龙族、祖龙族。可以说这2个神兽族已经代表着整个万兽神界的最强神兽势力，并且在萧炎的建议之下，圣龙族和祖龙族共同创立了一道新势力，被称为炎龙盟。而炎龙盟的盟主便是炎帝萧炎担任。本想萧炎不想担任这个位置，可是在圣龙以及诸多的神兽强者力推之下，一脸无奈又无法拒绝下，勉强的答应了。如今炎龙盟乃是万兽神界中的最强战力代表，在这新势力诞生的那一刻，便是受到了万兽神界中无数神兽族和无数神兽势力的追捧，很多的神兽强者都想加入这道新势力炎龙盟之中，成为其中的一员。因为这炎龙盟新势力各震慑万兽神界中的所有神兽势力与种族，他们加入炎龙盟只会有好处，没有坏处。当然除了炎龙盟、圣龙族、祖龙族之外，万兽神界里也诞生了很多强大的神兽势力，以及一些隐匿起来的一些种族势力，他们皆是万兽神界的核心。如今万兽神界中的神元之气也逐渐的恢复了过来，每一个角落都是充满着无比浓郁的神元之气。对于任何一位神兽之人，这就是修炼的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神之资源。万兽神界炎龙盟，一座巨大的宫殿之中，其中聚集了诸多道身影，有圣龙族和祖龙族的人影，也有着其他加入炎龙盟中的新面孔。而萧炎坐在最前方的龙椅之上，望着下方众多的炎龙盟的成员，表示非常的欣慰。看到如今自己在万兽神界刚建立不久的新势力竟是受到如此的欢迎，内心自然也是无法的开心。当然这离不开炎帝萧炎的功劳，如果是换其他人建立这炎龙盟，或许还不一定会有如此大受欢迎的地步，就算是圣龙也不行。可萧炎就不一样了，因为他是万兽神界的救世主，是所有神兽强者都要追逐的目标，他的功劳是无人能够超越的。虽然萧炎是炎龙盟之主，但是很少管理其中的事情，而其中的事情
基本都是由圣龙以及祖龙族的神斩接手和打理。毕竟萧炎在哪里都是会成为甩手掌柜，那是因为萧炎必须要变强，所以要出去闯荡。在神之路上，他更不能停下来。一旦停下来，那么他就无法在神之路上变得更强。萧炎也不敢停下来。随着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起来后，那么责任也会变得更大。如今萧炎突破天位神之后，也算是真正的迈入第1等级世界中的真正神指强者之列，并且在焚神2火的形态下都能够对战4重天位神，所以日后只要是遇到5重天位神之下的神之，萧炎都是能够与之抗衡。这就是炎帝萧炎的恐怖实力，同时也是打破了在天位神之中越级挑战的先例。在萧炎左边则是坐着圣龙族的圣龙，如今在炎龙盟是一位副盟之主的身份。因为萧炎一般都会做甩手掌柜，所以只要萧炎的不在炎龙盟中的话，那么所有的事物都在圣龙的打理范围内。这一次多亏萧炎盟主将那武灵全魔击杀，不然我们可不会有着如今成就啊！接下来你会有什么打算？圣龙笑盈盈地对着萧炎柔声道。对于萧炎的实力，就算是圣龙怕都是无比的忌惮了。如果与萧炎交手，恐怕自己不出5招就会败在萧炎的手中了。圣龙兄，叫我萧炎即可。叫盟主听起来很是别扭。接下来我可能会继续修炼吧，因为毕竟第1等级世界很大。这一次结束了猪龙之战后，我过段时间就会离开万兽神界，前往其他神界中去闯一闯。萧炎也是将自己接下来的打算说了出来。毕竟如今万兽神界中的神之资源已经满足不了萧炎所需的修炼了，想要变强，那么就必须离开万兽神界，前往其他的神界中去历练一番。而且第1等级世界同样是有着3大神界，万兽神界在这3大神界中乃是属于末尾，而其他2大神界的诸神万界和无量神界中更是有着远远超越万兽神界中的神之资源，甚至还有更多的神器或者以及强大的传承也说不定。当然，诸神万界乃第1等级世界之首位，以萧炎如今的实力进入诸神万界之中，怕是会遇到很多极其恐怖的超级神之，而且至少都是5重天位神之上的恐怖存在，其中的高阶天位神都是无数。所以就算离开万兽神界，萧炎也不可能会去诸神万界当中历练，毕竟那么地方萧炎还没有达到最佳的门槛，需要再给自己一些时间成长起来，达到进入诸神万界的最佳资格才是最合适的。不然现在去往诸神万界的话，那么随便一位超级神之都是能够将萧炎碾压。所以萧炎也是决定先去前往那无量神界中先历练历练，或许在其中有什么新的发现。以你的恐怖天赋，的确在万兽神界中已经学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了。不过按照我的建议，诸神万界还是暂时先不去。那个神界就连我当年都不敢进，一旦进去恐怕都是凶多吉少。那里乃是汇聚着整个大洲中无数位的超级神之，高阶天位神众多，巅峰天位神更是在一些超神巅峰势力中坐镇，乃是我们目前惹都不敢惹，接触都不敢接触的恐怖存在。那么至于无量神界，虽然没有更多这个神界的信息，可是传闻无量神界中更是充满着无尽的神秘，仿佛整个无量神界的外围被有神秘的面纱所披上，甚至有着诸神万界中来的超级神之进入其中，最后要么直接留在了其中，要么就是重伤而出。不知那其中有什么强大未知的东西存在。不管你去哪一个神界，对你来说都是带着危险又具有挑战性的历练。你自己觉得这2个神界去哪一个更合适？圣龙念念有词地分析道，并且分析的也是非常的到位。目前萧炎的实力修为真正的乃是1重天位神，而一旦进入焚神2火的形态，才能够有着抗衡4重天位神的神圣力量。萧炎也是仔细地听了圣龙这一段的分析之后，心中早已经做好了自己下一站的地点，那就是那充满神秘面纱的无量神界。其实萧炎也是非常希望能够早一点前往诸神万界之后，去看一看如今在神指联盟之中的灵动和牧尘以及天星主如今的实力是否也达到了天位神之列。毕竟在神之联盟之中的神之资源可比，萧炎在万兽神界中更加的丰富。林兄，牧尘，天星主前辈，希望待我在强大起来后，我便会进入诸神万界，同时也非常期待我们接下来的相见将会以什么样的形式而立。萧炎心中喃喃自语，眼眸中也是散发出一道热烈的火芒，那是一种坚毅。圣龙兄，在我离开万兽神界之后，炎龙盟之主，你积赞替我担任。此话一出，萧炎也是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对于创立炎龙盟的事情，也是萧炎提出来的，而现在自己却担起了甩手掌柜，还真是不负责任啊。圣龙4重天位神巅峰的实力，其天赋也是可怕至极，如果再给一些时日，必定会触及那5重天位神的门槛。如果圣龙真的成功突破5重天位神的话，那么相信很快圣龙也继神龙之后，在这数百万年里第2位突破成为5重天位神的超级神之，成为万兽神界又一名的最强之神。哈哈，你还真是喜欢当甩手掌柜，竟然就这样把刚建立不久的炎龙盟扔给了我。圣龙也是无奈的摇了摇头，接着继续笑道，不过我也理解你，你是天命之子，身负强大的重任，你不能止步于此，因为你还有更多的发展空间，都在等待着你的成长。萧炎也是尴尬的一笑，其实他也不想当甩手掌柜啊，可是自己也没有办法，必须要去做他自己的事情，不忘自己的初心，努力变得更强大，守护自己身边更多重要之人。自己的世界
不被界外那些强大势力入侵。这就是萧炎的守护之道，就是因为有了这守护之道，萧炎才会变得越来越强。哈哈，圣龙兄抬举了，我也只是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罢了。萧炎笑笑，然后看向下方诸多道身影，其中有祖龙族3位神斩的身影，还有更多对萧炎有着羡慕又恭敬的神指强者，都是对其马首是瞻。当然，祖龙族这一次也是度过了危机，多亏后面圣龙族的大部队急忙赶到，不然也会与对方拼得两败俱伤。所以祖龙族和圣龙族的神斩级别依旧是作为了炎龙盟的客卿神斩，地位也是比起盟中的神斩还要高一些。萧炎在创立炎龙盟之前，虽然那已经有着名气，可是却没有现在这么震撼。神龙族和龙盟的毁灭，也是让那个炎龙盟真正的横空出世，成为了万兽神界之中最强战力的核心势力。这一次的猪龙之战，差一点就被神龙搞得翻天覆地，还勾结了那些魔物，妄想统治整个万兽神界。最后也是有惊无险的，在萧炎那借助焚老的力量之下，击杀了那名武灵全魔，才有了如今的炎龙盟和圣龙族以及祖龙族的再次走上辉煌之路。这时，萧炎突然想到了什么，说道：“对了，我在炎龙盟之中建立了丹阁，其中有着我炼制的一些高阶仙品丹药，还有培养着更多的炼药师。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你们的修炼以及其他方面上的需求，都会大大的提高。”一听萧炎此话，圣龙也是有些激动的看着萧炎，不过也是强烈的压制住自己的激动情绪，对着萧炎拱手道：“多谢萧炎盟主了，在你离开的这段时间，我必定会将炎龙盟发展到最大化。”在这之前，他们圣龙族和祖龙族最缺的也是炼药这一块，族中虽然天才诸多，可是也没有出现一位与萧炎这般天赋的炼药师。如果按照炼药师的等级划分，萧炎此刻已经是一位药仙级别的炼药师，而且从炼药术的手法来看，更是已经达到了9品药仙的层次。不管是当初的药圣还是现在的药仙，他们之间也是分着9个等级，也就是从1品药仙至9品药仙，而萧炎则是成为了药仙之中的9品存在。一旦达到9品药仙的炼药术，那么在这9品药仙之上，乃是传说中的药神。当然，对于药神这样神圣炼药师的存在，就算是萧炎也都非常难以突破。毕竟突破成为药神，无疑不是第一等级世界的一方真正神指强者。如果说5品药神的号召力，乃是连6众天位神都极其忌惮的存在。所以不管到哪里，炼药师这个行业都是最受欢迎、最受瞩目的存在。不过，萧炎想要让更多的神指强者对自己敬仰瞩目，就必须将自己的炼药术再次提升，成为传说中的药神之后，或许就算是诸神万界中都能够在部分区域召容一些超级神智。随着炼药师品级的越来越高，那么其影响力也会变得更加广泛。既然如今我们都是自己人，我又作为炎龙盟之主，我必须将自己的另一个长处留在盟中好好的发展起来。这样一来，炎龙盟的底蕴也将会再次的被提高起来，并且日后我不在这里，炼药师这一块领域也必定发挥着极其重大的作用。呵呵，萧炎兄果然是一位不可多见的奇才。不过，想要让丹阁迅速发展起来，怕也不是那么容易。毕竟按照我的了解，整个万兽神界之中，炼药术最强的炼药师也就6品药仙的程度。如果你一直留在这里的话，或许能够让丹阁在几天的时间里脱颖而出，成为最具有影响力的丹阁。圣龙作为圣龙族的族长，自然是非常了解各方面的综合信息，同时也是会朝着综合数据来做分析。所以圣龙刚刚所说的也没有错，万兽神界之中最高炼药术也就6品药仙而已，想要达到9品药仙更是难上加难。然而萧炎只是淡淡一笑，超越6品药仙的炼药师，萧炎的脑海中自然是已经想到了一位，那就是萧炎还是在少年时期时，在斗气大陆里中州第一炼药师药琛，同时也是萧炎的师傅老师。如今萧炎能有如此的炼药术，自然是离不开当年药老的栽培。现在自己已经在第一等级世界中闯下一片天，创立了炎龙盟，看来是时候要将千元界中的一些老朋友迎接到万兽神界，这对于他们的修炼也是有着巨大的帮助。这万兽神界乃是第一等级世界的3大神界之一，自然是有着磅礴浓郁的神元之气，当然神灵之物也是非常之多。想要成为神之，那么万兽神界便是他们的不二选择。虽说之前萧炎离开千元界时，药老还只是药圣级别，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以药老那变态般的炼药术天赋，恐怕也已经突破成为药仙级别的炼药师了。所以除了萧炎之外，药老乃是最佳人选。到时候将其接到万兽神界，恐怕不仅他的炼药术加快提升，就连自身的修为帕都是可以提升更高的境界。我已经有一位人选了，他的炼药术可不比我低，当年要不是老师教我炼药术，我也不会有如今的成就。萧炎讲起药老师，脸上也是情不自禁的挂着一抹柔和的笑容。圣龙一听是萧炎的老师，也是露出震惊之色，心想着能够将萧炎的炼药术教出如此的程度，恐怕他所说的老师也是极为恐怖的存在了。旋即便是急忙问道：“萧炎，那你的老师现在在何处？”萧炎回答道：“在第3等级世界的千元界之中，我正准备休整几天，在前往无量神界之前，将千元界的那些老朋友全部接到炎龙盟。”萧炎兄，你是要亲自去吗？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在这里疗伤一段时间，前往千元界接人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了处理了。
听着圣龙这样说，萧炎也没有拒绝，对方也是所言不假，自己在这次的猪龙之战中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就算有一些高阶丹药来修复，可是想要恢复到全盛时期，还需要一些时日的休养。所以既然圣龙都那么说了，萧炎也是点了点头，道：既然如此，那就麻烦圣龙兄了。对了，除了这一次前往千元界去接我的老师之外，我的2位爱妻和2个孩子也一起接上吧。其中一位爱妻叫彩铃的，也是魔兽之体。按照圣龙兄之前所说，彩铃也是你所创造而出的。如果怕将其接回万兽神界中，对于他的魔兽血脉发展也是有着极大的好处。闻言，圣龙也是一笑，道：萧炎兄放心，我一定不会忘记你的嘱托。这些你身边之人，我都会一个不差的全部接回炎龙盟。萧炎微微一笑，然后也是期待这一次圣龙派人前去千元界中将自己这些重要之人接回炎龙盟中。彩铃本就是魔兽，而且还是在魔兽中属于前茅的存在。如今他已经激活了9彩吞天蟒的血脉，实力应该也是达到了主宰境。这一次将其接回万兽神界中，这一方神界中的资源毕竟能够让彩铃的血脉力量再度激活提升，甚至还很有可能拥有冲击神指境的资格。那么一来，萧炎也是放心了。随着自己的实力提升，当然也要让自己身边重要之人受到最好资源的修炼。除了彩铃是魔兽外，还有竹坤前辈、紫妍以及拥有碧蛇三花瞳的青灵。而且碧蛇三花瞳的力量如果进行提升的话，对于青灵而言都是一件蜕变。碧蛇三花瞳几乎只会出现在人类与蛇人的后代之中，这种瞳孔是所有蛇形魔兽的克星，除了拥有神兽血脉等更为高级的神兽之外，基本上都能强行控制。但是对于人类或者其他的特殊的魔兽则无法控制，但能牵引出其灵魂和夺取身体控制权。碧蛇三花瞳除了可以控制之外，还能在眼内自成独立的一片区空间，被控制的东西能够存放其中。随着青灵的实力增强，这片独立发的空间极限会随之提升，一旦被收入空间中的生物，其能量会被慢慢吸收殆尽，最后反馈给青灵本身，可以提升自身的实力修为。所以青灵拥有的碧蛇三花瞳也是非常需要再次开发。这样一来，萧炎身边的强者也会越来越多。如今没有成神的话，在第1等级世界都无法生存，只有让他们去突破更高的境界，拥有成神的资格后，那么他们的实力也将会更上一层楼。虽然千元界是萧炎他们的世界，如今大宙看似平静，可在这种平静之下，却是隐藏着巨大的风暴。只是这风暴还没有释放出来，而且此前灭神府一直潜入各大界，肯定在进行着什么大计划。萧炎这般想着的时候，虽然自己一直努力变强，为保护大家的安全，但是此刻他也想让更多的老朋友有着更好的资源。千元界乃第3等级世界，就算他们已经站在了千元界最高处，可是在面对大宙时，所谓的主宰境也只能是炮灰的蝼蚁罢了。所以在这大宙风暴释放之前，萧炎也必须整顿好自己身边的这些人，让其提升实力。离开千元界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也不知道如今的无尽火域怎么样了。萧炎也是越来越期待起来，这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的这些老朋友，心里也是有些想念。很快，在圣龙那极其有效率的行动下，一艘巨大的方舟也是朝着大宙中那第3等级世界的千元界方向急速穿梭而去，然后再加入诸多的神器丹在方舟中后，那速度直接是更上一层楼，想要肉眼捕捉更是不太可能。叠空的速度那是目前在第1等级世界中最快的速度了。当然由于距离太过遥远，进入到千元界需要1个月的时间，如果换成穿梭速度的话，那将会更加的被延迟4-5倍不止。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就已经大大的拉短了时间。第3等级世界千元界这几年，千元界的气运也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其中的灵力浓郁更是比起当年更加的浓郁粘稠。曾经极其稀有的圣品天至尊等超级强者也是诞生的越来越多，就连踏入主宰境的主宰者也是有着不少数。现在的千元界资源可是丰富无比，甚至隐隐已经超越了第3等级世界的另2个大界大元界和古霸界。千元界能有如此的丰富资源，最重要的还是离不开萧炎、灵动、沐尘3人，是他们一直走在最前方，对千元界打下更加的资源袭下来。如今千元界也是与大元界和古霸界走得非常近，毕竟他们心目中最恭敬的就是炎帝、巫族、木主，并且上一次萧炎他们拯救了第2等级世界的天元界后，也是受到了来自天元界的资源扶持。同样在这些年里，为千元界亿万生灵打开了更多的资源，才有了如今的千元界。从某一方面来说，现在的千元界整体的底蕴和资源也是超越了大元界和古霸界，从那最末尾的大界跻身成为第3等级世界之首位。在如此繁华多资源的大界中，还是有着诸多的新势力诞生，而诞生的新势力每一个都是超级巅峰势力，因为其中都是圣品巅峰天至尊坐镇，方的算得上是超级巅峰势力。当然目前千元界最强战力的依旧是超级联盟势力千元宫，是抵御界外入侵者的和平代表。这最强战力的千元宫依旧是整个千元界中各方超级强者乃至超级巅峰强者都想纷纷加入的热议话题，其热度依旧不亚于无尽火域、武境、幕府等3大千元界的超级霸主势力。而在如今的千元宫里，诸魔王已经不是最高级别的存在，而在诸魔王之上还有更强大的位置，那就是诸魔皇。
诸魔皇目前只有3位，而诸魔王至少都有几十位了。随着千元界如今如此鼎盛的趋势，对于想要加入其中的门槛都会变高。曾经只有达到了天至尊，就可以有着加入千元宫的资格，可是现在想要加入其中，皆是达到圣品巅峰的超级强者，而且只有在这些圣品巅峰的超级强者中脱颖而出，才能够获得真正加入千元宫的资格。千元宫地位超然，但从不插手各大势力之间的任何事情。但是，一旦有外敌入侵大界，这最强战力的庞然大物就会召集所有千元宫的巅峰力量与之抗衡。